虽然殷人的鬼神观信仰有巨大的拥趸，但周朝人创立的天命观并没有停下发展的脚步。面对人们对于善恶无争、报始多爽的质疑，天命观把人的命运化整为零，引入到时的观念中。一辈子是命，但10年、1年、1天乃至1个时辰之中，这也都是命。同时，命运的表现也不仅仅是命字了，连节、节欲、运、时运等字词也都用来表示命运。这在《诗经》中表现很多。人们在表达命运观的同时，已经用到了不同的命、时、辰等字，但这一时期人们还没有明确指出时间是决定人生遭遇的一个因素。但这一倾向发展到春秋战国时则明朗了。《左传》文公13年记载，朱文公有言：命在养民，死之短长10夜。这句话表明朱文公已经有盲目命运观的表现了。他相信人的遭遇不可改，它是由非人格的力量，也就是时规定的。在作者的语境中，他是认为儒家所秉持的天命观就来自或就是这种盲目命运观的。比如他解释《论语·颜渊》中的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，和《左传》哀公15年的苟我寡君之命，达于君所，遂陨于深渊，则天命也，非君与舍人之过也。显然这和学界主流的解读是有出入的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是不允许把盲目这样的字眼安在孔圣头上的。天不生仲尼，则万古如长夜。如果连孔圣都盲目了，那2000年来的儒学还有什么脸面见人呢？虽然命这一力量盲目不可测，但古人似乎相信它不是静止的，而是不断运动着的。天、运、时、辰、节欲这些词就含有运行的意思，和运动紧密相关的则是转化这个概念。天空中日月星辰的运动，时间从一个时刻移到另一个时刻，这都和周而复始的转化相关。可以推测认为，古人认为命运这一力量处在不断转变的运动中，人的一时一刻的遭遇也随之而定。也就是说，命运自身的变化带来人遭遇的变化。一时遭遇的好坏并不是永久的，此时的逆境也许在明天会发生转变，反之亦然。盲目的命所能控制的方面，大的包括国家的兴亡，小的包括个人的疾病、生死、贫富、贵贱等。然而在古人看来，命运力量是限制不了人的意志自由的，道德行为方面的决定基本出于人自身的选择。也就是说，命运规定了一个人的祸福遭遇，但是却不规定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，也不规定这个人是行善还是作恶，甚至连一个人如何看待是非善恶的价值观、人生观和世界观都不规定。这些是人的自由意志，命运不予规定。在春秋战国时代，由于盲目命运观割断了任何人和超自然力量的沟通，人的道德行为不能必然带来福禄。持此命论的人肯定有不再重道德者，这就是墨子接力攻击信命的原因。庄子学派也强烈地表现了盲目命观的信仰，但让人不解的是，先秦儒家也持此盲目命论。最能说明这一现象的材料是荀子书中一段子路和孔子的对话。孔子在陈国和蔡国之间被困，在7天没有吃到热食的情况下，他的学生子路说：我听说行善的人上天会赐福报应，作恶的人上天会降祸报应。先生您积累德行，奉行道义，怀有美好的理想，这样做已经很久了，为什么还会落到今天这样如此穷困的境地呢？孔子教训子路说，一个人能不能被赏识重用，靠的是时运；有没有才能，靠的是个人素质。君子学问渊博，谋略深远，却生不逢时的人太多了，何止我孔丘一个人呢？孔子说，君子治学不是为了谋求显达，而是为了在穷困时不感到迷茫，在忧患中意志不衰退，懂得祸福之间的道理而内心不困惑。所以君子要广博学习，深谋远虑，修养身心，端正品行，以等待时机的到来。在上述对话中，正因为孔子认识到了盲目命论否定
德与福之间有必然联系，儒者才得以摆脱神义论的羁绊，做到知祸福终始而心不惑。正因为命运观暗示人一时的遭遇还有转机的可能，儒者才能得以减轻七日不火时逆境中的压力，而静心等待时来运转。正因为命运观肯定人的意志自由，儒者才得以继续致力于自身的博学、深谋、修身、端行，完成内在的修养。以上就是作者原文的主要内容和思想。作者分析的从殷商到西周乃至春秋战国时期命运的信仰，从鬼神论到天命论再到盲目命运观的发展经历，给我们学习周易带来了什么启示呢？我个人认为，作者的这篇文章也许揭示了周易古今作者最可能持有的命运观，就是这种盲目命运观，而易传作者们则不太同意。比如意为君子某，不为小人某，是北宋张载提出的观点，但在他之前的1000多年里，几乎所有易家们都没有人说过小人不可以学易用易。换句话说，周易像一把刀，在厨师的手里是谋生的工具，在好人的手里是防身的工具，而在坏人的手里却是害人的凶器。周易的作者对于什么样的人来学习和继承他的绝学，以及拿周易去做什么事情，完全不在意。说听天由命也好，说是随机随缘也罢，主打一个盲目放任随你便。周易作者的这种放养观念，正好为我主张的用无神论方法解周易提供了理论支持。其实即便是在有神论的宗教中，也仍有无神论的主张，比如佛教，你敢相信吗？下期视频让我们不妨说说佛教中的无神论，以及小乘、大乘、金刚乘的根本区别是啥？欢迎关注，再见。